大家好，今天是中国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在我们的新年的餐桌上啊，总是少不了一道菜，那就是鱼。而且呢，年三十晚上这个鱼啊还不能碰，要留到第二天才能吃，叫做年年有余。这个鱼营养价值非常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选择什么样的鱼、怎么做、怎么吃方面呢，还是有很多健康方面的考量。特别是有些朋友在吃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鱼的营养非常的丰富，首先是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我们在给病人测量的时候，绝大部分人这欧米伽三脂肪酸都是偏低的。欧米伽三低啊，会增加很多健康方面的风险。我们在后面继续探讨。那么什么鱼欧米伽三比较多呢？那就是沙文鱼、鲭鱼、沙丁鱼和鳟鱼这些比较肥的鱼。第二个营养呢，就是高蛋白。鱼啊，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它对维护我们肌肉和整体的健康都非常重要。第三呢，它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比如说维生素 D、维生素 B2、钙、磷、铁、锌、钾、碘和镁。因为这么丰富的营养，所以它在健康方面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对我们的心脏好啊，定期吃鱼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这两者啊都是我们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这个鱼类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它能够减少我们身体的炎症，降低血压，减少血液里面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啊，从而来保护我们的心脏。另外呢，就是对大脑的健康非常有好处。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大脑的功能和发育呢都很重要。吃更多的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认知下降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同时呢，它还会减低这个痴呆的风险。还有很多研究发现呢，欧米伽脂肪酸呢能够降低抑郁症的发生，也能够改善多动症的症状。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多动症呢都有好处，因为它能够直接影响大脑的功能和神经递质的释放，来改善我们的情绪和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感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方面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随着年龄增长有青光眼、白内障和黄斑变性这些呢都是造成我们中老年人视力损害和失明的主要原因。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就在我们眼睛的健康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鱼的这个好处既然这么多，咱们就去买就去吃呗，还不行，你还要考虑一些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呢，会适得其反。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很多鱼特别是大的这种捕食性的鱼类，像鲨鱼、剑鱼、大青鱼和瓦鱼，它身体里面含有比较高水平的汞还有那些呢，在水里面那个生长的时间很久年龄很大的那种鱼，它身体里面也积累了很多的汞和其他的有害的重金属，它对孕妇和幼儿的影响尤其大所以呢，大家在选择鱼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当然了，大家说那我们就吃深海的鱼类，深海鱼当然好，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过度捕捞对鱼类的这种生态系统也会有影响。所以呢，就有人进行这个鱼塘的饲养这种鱼塘饲养呢，如果管理的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鱼。但是呢，如果管理不好，再添加很多人工饲料那么这种家养的鱼呢就不那么健康。那么这个鱼到底怎么选呢？那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你要选富含欧米伽三脂肪的鱼呢，你就选三文鱼它这里面呢，欧米伽三蛋白质、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都是很好的。我们推荐呢野生的三文鱼。另外呢就是鲭鱼，鲭鱼呢它是小型的脂肪鱼，它富含欧米伽三、硒和维生素 B12。特别是推荐这个大西洋的鲭鱼，它的可持续性比较好，另外汞的含量比较低。除此之外就是沙丁鱼这个沙丁鱼它营养其实很丰富的，它有欧米伽三、维生素 D 钙和硒，它也是最有可持续性的一种鱼类。如果有的人不希望有太多的脂肪，希望比较好的蛋白质的话，你就选鳕鱼。鳕鱼呢富含这个蛋白质脂肪比较低它特别是含很多的 B12和碘。还有一种叫罗非鱼它的味道很温和蛋白质呢非常丰富。那么跟脂肪鱼相比呢，它的欧米伽三呢相对少一些，
还有考虑到环境的因素的话，金枪鱼也是不错的，它欧米伽三的含量比较高，汞的含量低。还有一种养殖的彩虹鳟鱼，它可以在管理比较好的这个淡水池塘里面养殖，它们也能提供很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酸。我们观众朋友有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是有癌症，这个鱼能不能吃？其实呢，癌症病人是可以吃鱼的，特别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这种鱼，它能够支持心脏，减少炎症，可能在癌症的预防和管理中呢也起到作用。它对癌症病人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癌症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修复组织和维持肌肉量。另外呢，减少炎症，炎症也是促进癌症的发展、癌症治疗的副作用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它这个低饱和的脂肪酸嘛，比这个红肉和加工类的肉就更健康一些，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可能增加一些癌症的风险。尽管它对癌症病人有好处，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像我们讲过的一样，一定要避免那些含汞量比较高的鱼类，鲨鱼、剑鱼、大青鱼和瓦鱼，更好的去选择这个含汞量比较低的三文鱼、沙丁鱼和鳟鱼。另外，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是用烘烤、烧烤或者蒸的方式不要去油炸它。但是中医当中有个理论说是这个海鲜类都是发物所谓发物呢，它就可以诱发和加重一些疾病的症状，比如说炎症、过敏反应皮肤病、风湿病等等。那么这个鱼类它到底是不是发物呢？其实它是取决于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的。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鱼的营养都是从它的生物化学的水平来讲的。那么中医讲的这个发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从能量水平讲的。比如说，它吃了以后会不会生热，会不会生湿甚至生风这样的一种能量的变化。那既然是能量的变化，那就取决于不同的鱼，它有不同的能量特性。你比如说比较肥的鱼，它可能就是容易生湿。那么有的鱼呢，它性情比较寒，它可以清热，但是呢，它有可能伤脾，是吧？那么还有的鱼呢，它吃了以后，它可能产热在身体里产生一种热的这个能量，那么可能会加重炎症的问题。所以呢，不同的鱼和不同的体质相互作用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并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具体的分析。有一种情况是绝对不要吃鱼的，那就是过敏反应有的人对海鲜过敏，那么你当然就不要去吃，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还有一种敏感的反应，就可能会产生我们讲的那种类似于发物的症状。总而言之，鱼是一个营养丰富、有多方面健康好处的食物，只是我们在选择鱼的种类和它的食用方法，要根据我们个体的情况来决定。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健康是我们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欢迎您和亲朋好友分享这个视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